在玉皇大帝之前，3界的老大是谁？历任的4代天庭君王都是谁？东皇太一建立的上古天庭为何覆灭？东王公和西王母为何要敕封5方天地？真武大帝有何本事能成为北方的天帝呢？上古3皇5帝时期，燧人氏100万年后传伏羲，伏羲传少典，少典传炎帝，炎帝500年传黄帝，黄帝传颛顼，颛顼传帝喾，帝喾传尧帝，尧帝传舜帝，舜帝传大禹。大禹建立夏朝之前，是一个人神妖魔混乱的时代，横跨了混沌时代、冰河时代、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、青铜时代。从神话传说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人神共居、巫妖横行、神国混战的时期。上古天庭历经5世皇权，从上古中原开天辟地皇权中的盘古神系，到南方神国中的东皇太一神系，再到东方蓬莱岛的东王公神系，又到西昆仑的王母神系，最后被昊天大帝的天庭皇权再次统一。历经亿万年的时间，盘古神权结束之后，他的几名弟子以红军老祖为首，坐镇33重天之上的混沌天紫霄宫内，统领昆仑山、灵鹫山、终南山、清风山、玉泉山、普陀山、九宫山、乌龙山、崆峒山、迦龙山、太华山、九仙山、九鼎铁叉山、峨眉山，以及东南西北4海群岛360座仙山。门下聚集了人教、阐教、截教、西方教等众多门派，他们以隐居修行为主，不问世事，不争天地皇权，而3界之中无人管理，九族人神妖魔横行，连年战争杀伐不断。其中以帝俊和东皇太一为尊的妖族势力最为强盛，手下有鲲鹏、商阳、白泽、钦元、鬼车、资铁、季蒙、鹰昭、飞旦、飞廉、九婴等得力助手，而且还生下10个金乌，个个都是纨绔子弟，但是却骁勇善战，勇猛无敌。而以帝江为尊的巫族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手下有入收、勾芒、共工、祝融、后土、玄冥、天吴、强梁、燕姿等大将，并且在人间还安排了刑天、九凤、风伯、雨师、大义、夸父、香柳、蚩尤等部将。妖族和巫族历来都是水火不容，谁看谁都不顺眼。终于九族大战爆发，一族首领帝俊和太一2兄弟，帝俊手持河图洛书，太一手持东皇钟，率领妖族部众打败7族势力之后，就剩下巫族，双方都很默契，平静了数年。帝俊的10个儿子3族金乌，本来每日轮流上天，为大地照亮光明，提供温暖，现在可好，10个金乌一起上天打闹，大地每日被放在火上烤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巫族有一个将军名叫大义，手持神弓，射得一手好箭。大义为民除害，射杀了妖族的9个皇子，惹怒了帝俊，巫妖大战爆发。双方战事持续了很久，最终帝俊和太一的妖族彻底打败了12巫族，被镇压在西南方的九幽蛮荒世界中。太一从此坐镇东方鸿蒙世界，建立上古天庭，敕封东南西北诸神将官。太一自称东皇，于是东皇太一神系从此诞生。3600年后，巫族势力复辟，冲破九幽，巫妖大战再次爆发。东皇心怀众生，不忍3界毁灭，开启周天星斗大阵和混元河洛大阵，与巫族同归于尽。自此，上古天庭覆灭，3界再次陷入混战，各方势力迅速崛起。这一时期，红军老祖身边的阴阳童子姐弟2人已经下山各自历练，女童子来到西昆仑修行，人称西王母；男童子在东蓬莱岛修行，他的龙魂在人间反复的转世力量。第9次时，一缕龙魂转世为炎帝神农的后裔轩辕皇帝，在西王母的帮助下征服4方，一统华夏。轩辕皇帝白日飞升后归了神位，红军老祖敕封男童子为东王公。他和西王母商议建立5方天地的实施计划，得到红军老祖和女娲娘娘的同意，于是敕封了5方天地。清帝太昊也就是伏羲为东方天帝，敕封勾芒为木神，以青龙为图腾，掌管春天。赤帝神农也就是炎帝为南方天帝，
赤峰祝融为火神，以朱雀为图腾，掌管夏天。白帝少昊为西方天帝，敕封自己的部下入收为金神，以白虎为图腾，掌管秋天。黑帝颛顼为北方天帝，敕封自己的叔叔玄冥为水神，以玄武为图腾，掌管冬天。轩辕皇帝居中，敕封自己的老师素女为土神，也就是后土娘娘，以麒麟为图腾，掌管四季。因此，皇帝为十国的最高统治者，号令五方天帝各司其职，共同管理三界九族。这就是华夏最早的五方天帝：青帝伏羲、赤帝神农、白帝少昊、黑帝颛顼、黄帝轩辕，各自号令五方神兽：东方青龙，西方白虎，北方玄武，南方朱雀，中间麒麟。这一时期持续了1000年之久。之后，轩辕皇帝退居二线，他的孙子颛顼由于管理能力强，性格深沉，深有谋略，手下又有得力战将无数，比如玄冥、玄武、玄天、太冯、季蒙、焦崇等人。颛顼自然就成了五方天帝之首，成为统领三界九州的天帝。颛顼手下的护卫大将玄武为一只上古神龟，是颛顼少年时在汉江除妖降魔时降服的一只上古水怪。玄武神龟力大无穷，有推倒天柱之力，阻挡海洪之功，跟随颛顼一起斩杀四海妖兽，荡平五方恶魔，曾降服上古巨蟒，成为自己的助手。因此我们看到的玄武就是一只乌龟和蛇的形象。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上古五方天帝及属神，就是指东方天帝太昊伏羲，属神勾芒；南方天帝炎帝神农，属神祝融；西方天帝少昊惊天，属神入收；北方天帝颛顼高阳，属神玄冥；中央天帝黄帝轩辕，属神后土。东方天帝青帝太昊及伏羲，居东方，摄青龙，为春之神及百花之神，是中国古代汉族传说中五帝之一。掌管天下的东方，亦是古代帝王及宗庙所祭祀的主要对象之一。辅佐大臣木神勾芒少昊的后代，青帝伏羲与九河神女华胥氏及属神勾芒治理天东12000里的地方。西方天帝白帝少昊黄帝之子，汉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，生于穷桑（今山东曲阜北）。中国嬴姓及其秦、徐、黄、姜、李等数百个姓氏的始祖。帝王世纪曰：少昊帝名质，字青阳，姬姓也。母曰米节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，下流华主。米节梦皆一感，生少昊，是为玄霄。辅佐大臣金神入收少昊之子，手中一曲尺，为丘神。少昊与水神共工建立天西12000里的地方。原来的水神共工是掌管西方的，后来与颛顼争地位时被诛。中央天帝黄帝轩辕，黄天后土，黄帝是土德，居于四方之中，打败蚩尤，坐镇中原，后人崇拜他，奉他为至高大神，所以称他为中央天帝，统管四方。辅佐大臣土神后土，亦是幽都的统治者，手里拿了一条绳子，也是统管四面八方。南方天帝炎帝神农或神农的子孙，辅佐大臣火神祝融，后来继承炎帝的地位，即赤帝，手中一秤，为下神。太阳神炎帝与火神祝融共同治理天南12000里的地方。北方天帝颛顼黄帝之孙，辅佐大臣水神玄冥，亦称于强，黄帝之孙，手中一锤，为东神。颛顼与海神于强，又名东神玄冥，治理天北12000里的地方。玄武成为颛顼的最强助手，功德和美名享誉华夏九州。1000年之后，颛顼也退居二线，玄武接任北方天帝之位，成为第3任五方天帝的首领。他比黄帝勇猛神武，比颛顼足智多谋，是一名能文能武的全能型天帝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四海妖魔隐匿，八方猛兽归巢，10万神兵臣服，100万民众称赞。他的名字震彻九州八荒，写满天地寰宇，人间朝拜他的香火逐年鼎盛，玄武逐渐修为人形，
成为一名帅气逼人、英姿魁梧的帝王战神。他就是名满华夏的玄武大帝，也叫真武大帝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